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个视频又是一个在 show off 的啊，又是要展现才华的视频了。那大家看我身上的这个衣服是不是挺漂亮的？是不是有一些这种复古编织的毛衣就是这样？毛衣呢，你用那个手工织的嘛，你就要有一种这种毛衣的感觉。就很多现在这种新时尚哈，其实我也很喜欢。就比如说那种镂空啊，或者是这种破碎感的这种，其实就是现在我的这个能力还有限，所以说我也搞不成那些东西。你看这个毛衣。我自己亲手织的。那么这期视频呢，就想跟大家展现一下我近期手工织的一些毛衣。那挺有意思，就是说手工爱好者们，尤其是对衣服有这种执念的这种姐妹们，如果你进入这个坑里，这坑呢也是无限深的哈。那首先是我身上这个，就为了迎即将到来的14号情人节，我给自己搞了一个小粉红，看还可以吧？对不对？这个呢，只用了不到，可能有300克线左右。就是说，而且它是属于我第一个织的这种麻花辫，就变麻花的时候有一点点的麻烦，慢慢就成一种手上就有这种肌肉记忆感了。织起来呢，我好像也就用了3天的时间就把这个织完了。那因为是短款的，平时可以配一个小短裙啊，或者是配一个牛仔裤。我现在发现这种视频，喜欢的姐妹们就超喜欢，就私下会有催更，你现在最近又做啥东西？有人让我去分享这些的，就是里面的小技巧啊，包括这种剪裁呀，读什么书哈。但是很多关注我的姐妹们都是因为这个皮肤的问题或抗老的这种问题才关注，所以有些姐妹她不喜欢看，那么流量就真的不怎么样。但是呢，因为这个也是我的热情所在嘛，那我频道就为了展现我真实的自己，姐妹们可以有好的建议的话，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我是再重新开一个这样的频道比较好呢，还是说无所谓呀？你只要在这个视频里面分享哈，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看。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的话，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因为我夏天开始不去勾那个钩针嘛，这些技巧呢，说实话都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妈妈教给我的。我曾经给我家芭比娃娃去勾连衣裙儿那个时候好像是我妈妈有一朋友，然后她好像接一活，那连衣裙儿一个好像可以卖个一两块钱，就是说你织一个你就卖个1-2块钱，好像给娃娃公司供货这样子，所以她就捞了这身边的这些姐妹们都在那儿勾那个连衣裙儿，就给一个芭比娃。那个时候我只是在上小学，我第一个芭比娃娃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妈妈给我买的，所以我特别喜欢。我所有做衣服啊，包括织毛衣啊，还有勾衣服啊、勾东西啊，包括这种钉扣子，都是源自于我有一个那个芭比娃娃，就是真的很想生一个女儿的这种感觉，就是打扮她哈。这些技巧呢，说实话，我真的是不需要学，我一剪就剪起来了。就是这些东西，虽然说这么长时间没有动手去做过，但是童子功还在哈，所以说很快就剪起来了。那么如果大家现在开始想去做这件事儿，想去学织毛衣，想去学去勾啊、去棒针啊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也是很简单，很简单。你花1个星期的时间，我保准你学会哈。学会之后，那就创造无限了。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姐妹们可能会比如说哪里看一些图纸啊，或者是有一些博主会就是卖一些所谓的这种材料包哈。那我也建议你，如果刚开始学的话，你这个针法差不多照这个视频弯会了之后，你也可以去买一些这种材料包自己试一试。那么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是属于爱创造的，对不对？我们是有创造的这精神的这种人。搞完创造之后，我就特别理解这些艺术家的心态，就是你到街上你啥都看不上，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做衣服啊开始去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啥都看不上了。现在我这个全身上下哈，我只有鞋子，我现在还自己做不来，头包啊，什么头饰啊、头花啊，包括我这个毛衣呀，然后做衣服啊、做大衣、做裙子啊，这个包括什么双面绒啊这些东西，我都是可以做的。那么你就到街上，你就会发现，这个衣服哈，它要是这个设计就好了，这个衣服它要是那个颜色就好，就是你没有入你这个眼的衣服了，就是真的你逛街特别无聊。以前觉得逛街多开心的事儿了，现在真的也就是看看人家的样，看看人家的做工哈，我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些东西。那好了，话不多说，今天就分享我漂亮的毛衣们哈。那这个呢，就是目前来讲的话，是因为短袖的，我们这边现在雪都没有化，还穿不出去，只能坐在这个视频前跟大家先展示一下了哈。我之前在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那个花毛衣，第2件我是织给我儿子，我儿子今天上学穿走了，是一个棕色配白色纱线的，还有一些那个白色长毛线的，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因为在我们这儿能买到了线材，说实话也是非常有限，而且价格真的很昂贵。看到了有一个好像是有一个男款的这个毛衣的图片，那个配色，毕竟的设计师就是设计师哈，那有时候人家灵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咱们也可以参照一下。然后呢，边边是用这种宝蓝色的这种边边，快跳，我支持，脱光了跳，把那个衣服留给我。不行，
Everything's going down with me。衣服进去我会得病吗？会啊，神经病。哎呀，你好搞笑啊！自己织，接下来不就要过年了吗？就给自己织了一个红色。那这个红色的线呢，是当时我有一朋友看我去给小朋友勾帽子，然后在朋友圈就艾特我，你得教教我这个东西怎么弄的。哎，跟他一块儿告诉他怎么去买线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去织帽子哈。他就给他女儿选中了这个红色。这个红色视频里面看不出来，因为我视频它还是有一点，就是前面有太阳光嘛，它有一点这个黄调在里面。但是它呢本身是有一点蓝调的这种红，它不是正红色，所以它更显白，你知道吗？他买完那个东西，他织成帽子之后，他发照片给我，我觉得这颜色真是太好看了，所以我也就把这个线材买回来去做了一个过年穿了一个毛衣。那么这个纽扣呢，是从我之前的衣服上面剪下来的。我觉得好像这个颜色真的是特别的一致，就是这个纽扣它本身也是属于这种蓝调的红，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哈，还有这样的纽扣可以搭配，我就把那个衣服剪下来。所以说你会做衣服之后，你这些废物都是可以利用的。比如那件衣服我都穿了好多年了，你也不喜欢了，就永远在那挂着也不穿，完了之后它上面东西你就可以利用一下。那个布料呢，你还可以剪，还可以再利用去做个什么小东西。除了做完这个衣服之后，我也心里面就是一直在想，做个什么东西搭配，不能一直穿牛仔裤，对不对？这个是一个100%羊毛的短裙，就是为了搭配那个毛衣，我就做了一个这样子很简单的这种小 A 字短裙。这个已经被我改了1版了，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太长了。人呢，有时候你还是想保守，但是心里面还是有一点野性的。当你穿起来的时候，你露。正好家里面有一块布料，这个也是纯羊毛的布料。这个布料呢，特别的粘毛，就是完全不适合和毛衣一起穿。2000年那种低腰裙的这种感觉。下来呢，我就做了这个白色的毛衣，这个长毛线。之前跟我儿子做那个外套的时候，就用这个线，冬天里面特别温暖，而且3号这个线材特别的保暖，而且它很好洗，洗完不变形，你就直接丢洗衣机，洗完烘干就行了。你稍微就是讲究一点的，你加点什么这种柔软剂啊，这个毛衣洗完之后就很舒服。这个我也是织的短款的啊，我今年好像这几个毛衣织的都是短款的，因为心急吧。就是这么简单。再一个就是说想年轻一点，不要拖拖拉拉把咱们大长腿显示出来。这个扣子呢是这个叫什么来着？贝母的扣子。美中不足，这边这个扣子的东西真的太少了，货源太少了，跟美国完全没有办法比。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翻领，你同时也可以把它立起来。这个衣服呢立起来就有一点中式的这样的感觉，一个流苏的。可以取下来的一个胸花，就有一点细节在里面。小外套，这个是勾的。你看这个是因为它是灰色的，白色和玫瑰红还有粉色的这样子的杂线，这种小喇叭袖的，穿上去非常的淑女。这个季节还穿不着嘛，所以我还没有完全完工。它前面是系带的，下面呢我把它留了一点，是因为我想把它做一个细系带的这样子的一个。就吊穗儿挂在这个上面，不知道好不好看，还是说简简单单就这样子就挺好的了。它叫做烟雾玫瑰，因为它真的就是像在就是烟雾中洒落的这种玫瑰花瓣，每一个都有名字。那么我身上的这个复古的泡泡袖这件，我就把它叫做柔粉年代，白色这个绒毛毛的就叫做冬日奶霜胭脂暖阳。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些小作品哈。如果大家喜欢类似的视频呢，我就会在我视频中多分享。那么也希望大家别忘了给我留一些建议。如果大家喜欢这支视频的话，别忘了帮我点赞和关注啊。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